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主题是转运，未来的3到6个月有哪一方面即将要转运，即将要起飞，即将要迎来好消息哦。好，首先我们来用能量神谕卡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哦。好，那第一组朋友，你们的牌第一张牌是执着、敌意、犹豫不决、大天使夏米尔。来看一下这几张牌哦。首先呢，我会感觉到第一组的能量啊，你们其实是一个你们的能量比较冰雪聪明，我觉得你们是能够去有一双可以把人事物看透的眼睛。有的时候你就是太聪明了，好，是看得太多，想得太多，反而造成你自己很多的困扰。有些人也许没有那么聪明，没有想得那么远，他的日子就是可以这样过一天算一天，比较轻松的过下去。可是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你们内心啊会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想法，有的时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越想越深，越想越执着。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些人，你们正在觉得自己被旧有的一个模式，或是过去的一个人，不管是感情上的一个人，或者是说职场上的一种模式，让你觉得你被阻碍，你没有办法前进，好像手上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会让你常常去想到一些记忆，这个记忆让你没有办法往前走，对于未来有无奈或是绝望，但是你们的脸上是戴着面具，就是其实你可能心里是很绝望的，或是很无奈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你面对其他人，或者说在某些场合，你还是笑着，或者说你还是尽力去撑着，就是没有让别人看到面具底下的你自己，其实可能随时都会崩溃。但是你们通常会把这个崩溃时刻留给你自己，也许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戴上这个面具，不想要让别人去知道现在的状况，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够撑到什么时候。因为很多朋友，我觉得你的困境是你有一个两难的状况，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你可能觉得你需要等待时间给你更多的指引，更多的揭示，才能够去下一个决定。因为很多的决定是需要别人，就是需要其他的能量参与，共同的协作完成，需要别人的点头，需要别人的同意。可能你今天是调动工作，你要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职缺，但这个需要第一个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来临，这个机会能不能够去争取。所以你们其实有一些不确定性，悬而未决的事情，而这个又不是你单独可以去完成的。那我觉得你们有一种没有办法体验到生活中的开心，并不是说你生活中就是完完全全的只有绝望跟悲伤，是你好像看不见，说你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你执着的烦恼的这件事情，就是已经是你人生中的全部，以至于你对于其他事情有一点有气无力，有一点没有办法去兼顾，有一种被束缚的能量。可是这个能量哦，它是要被解开的，它是要被打开的，这个执着它是要被移除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然后你们除了有这张牌执着，也有这个26号的敌意，拿着宝剑正要开战。也就是说，一方面你们有恐惧，一方面我觉得你们也有想要去救自己，就是这个救自己包含了你觉得你要保护自己，你觉得你要为自己说话，你要为自己挺身而出，
不要都没有试过就放弃，或者是说在一些你被侵犯的领域为自己去争取权利，自己要回你本来应得的财产地位，或者什么样子的东西等等的，或者你曾经被别人从背后捅一刀，或是曾经有人讲话对你很挑剔，重伤你。我觉得你们现在其实内心是想要去防卫跟抵抗的，可能过去你困扰的这件事情跟某一个人伤害有关，或者某一个人丢了，或者某一个组织丢了太重的东西在你身上没有办法负荷。我觉得你们会想要去做一点事情，去提出来这个制度这个组织不合理的地方，一些规范，或者说你被欺骗，被不好的对待，好像被敷衍，被冷言冷语这样子的对待，那你们其实会想要试着把你的不满去表达出来。前面还有一个我隐藏，我忍耐，可是有一种我绝望，我快要绝望了，在绝望之前，我可能没有路可以走之前，我就豁出去，我就是想要去试试看。有一句话说穷寇莫追，就是当你一无所有的事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赌一把，就是我就豁出去了。有些朋友真的有这样子的感觉，好，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是想讲什么就去讲，我要去争取，就是去争取，我要去夺回我的掌控权，我要向别人去说出我真正的想法，有点像是我要鼓起勇气去做一件事情。那这一张牌它的这个敌意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化，这个怒气看你要怎么用。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把它去转化成一个能够去帮助你的能量。同时我觉得我看到你们内在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在转变，就是你们愿意去为自己去争取，甚至这个争取是你专注在你的学业，比如说你们去竞争某一个考试的名额，你想要被录取，好，你想要被看见，因此你的这个敌意它也会变成是一个正面的，因为它会帮助你在你的事业上，在需要去完成的学业考试上更加的去把它完整，更加的去充实自己跟提升自己。好，接下来我们从8号到37号太阳神经丛的一个能量，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会从一个两难的状况去做出选择，就是你现在看不清楚的事情会慢慢被看清楚。有些朋友可能是在觉得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个工作，做得不开心，可是好像放弃了有点可惜，或者说这些积累的东西都没有了，你们正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做一个决定。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心有一个比较偏好的选项，你内心其实有一个比较想去的地方，只是那条路可能还稍微有点模糊，稍微有点冒险，或者说你觉得你的金钱储备量不足，要是没有哪一些因素干扰，其实你内心所想要选的路其实很清楚，你们有点像是基于某种原因，所以你暂时选了一个次要的选择。有些朋友看到是这样。好，那该怎么做决定呢？有些朋友你们确实在某一个能量中优柔寡断，徘徊动弹不得，可能是几天几个月，甚至有些朋友是几年了，不知道该怎么样。有些朋友是在感情上做出一个决定，好，这样子动弹不得的这个念头，它会被化解，因为我们下一张牌是第3脉轮的大天使夏米尔，这个是美丽的这个金黄色的光球，太阳神经丛的能量，第3脉轮的位置，也就是你生命力量的中心。这张牌的关键点在于你个人能量的成长。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我觉得你们过去面临的这一些困难一扫而空，你过去可能很紧绷，好，接下来我觉得3到6个月内你会慢慢的放松，
困难的事情得到了解决，有转机，至少你在心情上是放松的，会比前几个月，或者说会比目前这种执着的状况，在心态上你会好很多。而且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说，你们来到这个宇宙是要来体验生命的，不是要来做一大堆事，拼命的去证明自己。你们可以用你觉得适合的方式在这个宇宙生活，并不是说一定要好像很努力的去达成某一个标准。所以呢，请你们不要太悲观，而是去体验各种体验都是可以的。然后你体验过后才知道，哦，原来经历过这样是这种的一个感觉。然后大天使夏米尔，他其实是来保护你们的。我觉得你们内心有一些雄心壮志，这个雄心壮志跟你的生命力的这个能量啊正在共振。你的灵魂召唤你以更聚焦、更有目的的方式来走向你今生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呢，大天使的力量其实是跟你同在的。如果你过去是比较低潮，觉得你的能量支离破碎，觉得你好像提不起劲做自己真心爱做的事的话，好，接下来绝对会有一个转变跟转换。我觉得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注入更多的活力跟热情，因为夏米尔他是要来帮助你的。你生命很重要，就是有希望，你不会觉得前方看不到路，犹豫不决，你不会觉得你被困住了。希望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有希望你就会想要去期待明天，期待这个遥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将去掌握自己的力量。你们的生命啊，真的有一种放松的感觉，重新活起来的感觉，重新有目标感，有希望去计划。那你们在这个就说你们在这个人生体验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真的不用过度的执着跟努力，而是你要去爱，要去爱你自己，要去爱你自己所开出来的美丽的每一个花朵。因为有些人，你们现在身上真的有一些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事情来，然后你会觉得好多人对你有敌意，或者你觉得这个宇宙或者说生命有一些遭遇，让你必须要去好像很去防备的在过生活。其实防备不是你们的本性，提心吊胆也不是，而是你们吃过亏，你们才去学习到是不是用敌意来保护自己会比较好。有的时候这组的朋友，你们很容易去陷入一个自我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努力，还是到底为什么会去陷入某一个困境。然后你可能也找不到方向，想破头，常常想着想着就觉得很难过，可能就会流泪吧。好，其实你们真的不需要去依赖别人的价值观，你们有属于你们自己的赛道，你们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天赋。这个天赋啊，就是你在这个领域中特别容易成功，在这个领域中做喜欢的事情，而且能够赚得到钱，能够成功。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犹豫不决，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理解自己，然后你看不清楚自己的这个本质跟特性是什么，适合什么，而是怎么说呢？有点像是别人丢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去一个一个很努力的把它解掉。可是你们可以选择不要去接那个任务，你可以去选择去走一条你更加适合、更加喜欢的道路。在哪一条路上，你往前走，你成功的几率，或者说你开心快乐的几率，其实会比你选其他路更加的高。其实你们真的会慢慢的去明白跟理解这样子的事情。
并且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会在适当的时机去聚合、去发挥。也就是说，当你找到了你心中的这个热爱，找到了成功几率更高的这一条路，更加让你开心快乐的这条路上之后啊，你外在的一切的名声、财富、地位，你不用努力的去追，它也会自然而然的浮现，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在对的时间去做一个对的选择，你们已经要脱离这个犹豫不决的状况了，大家不要担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好，第一组的朋友呢，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哪一方面即将面临很棒的一个转变哦？金币五，权杖2，宝剑5，权杖8。好，来看一下这几张牌的能量。好，金币皇后跟金币5同时出现了。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真的要恭喜你们，就是你们心中的一个匮乏感即将被移除，即将被淡化。这个匮乏感包含了你觉得自己没有钱，你觉得自己做不到，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以及没有信心等等的这样子的能量即将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丰盛。过去啊，很可能你觉得你的运气不是那么好，或是你往前走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困难，或是有些朋友有财务上的一个烦恼，然后可能陷入了某一个僵局，或者是说你被交付了一些很难以去承办的业务，很棘手、很难以处理的业务，让你喘不过气来。好，有些朋友只是在一段关系中，就是看不见希望，也是有这样子的能量。不管是哪一种内心的匮乏哦，其实我看到的是你们要被更多的爱、丰盛、喜悦包围。好，你们会重生，这个重生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好像钱币皇后她在沐浴一样，她的肚子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说你们是一个纯净的重生，这个新生，这个新的能量，你可以重新开始，对于你的未来啊，你想创造什么样都可以。过去的这个执着、限制跟恐惧，它已经离开你了。你的未来是可以无限的想象，无限的去创作，也可以去展现你自己的独特性。所以过去困扰你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在接下来这个新的阶段啊，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从一个复杂、纷扰，或者说令你精神很紧绷的能量中解脱出来，你的心轮会稳定起来，你的心里会踏实稳定，知道你应该要做什么，你的脑袋会变得很清晰，你会把自己从一个很复杂很难处理的状况中分离出来，然后你会让自己的状态变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会开始有能量去保护自己，去看一看目前的这个职场关系、人际关系或是工作，哪一些是你觉得你想要继续保留的，哪些东西是跟你未来价值观不符的，不是你想要去走的路。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断舍离，也许是感情上的一个重新的开始，去放下，去舍弃，或者是说感情中去做一个决定，要跟某一个人产生更深厚的一个连结。我看到你们想清楚之后，就会去走，就会去动，然后你们真的是有一个崭新的未来，崭新的开始。然后有些朋友，我觉得直接的讯息是，如果你们有在期待这个备孕，或者说期待新生命来临的话，这张牌也是有一个很正面的讯息哦。然后我看到你们过去啊，其实
你们过去有一点点觉得自己被放弃，或者说失去希望，模糊不定，或者说好像在天空中飘着，灵魂被抽干的这一种感觉，或者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的这一个感觉，都会被完完全全的清理掉，然后你可以重新的去相信，重新的去看见，重新的被爱，重新的去愿意打开你的心去接纳别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哦。我觉得你们的心不再这么的紧绷了，你愿意让别人来支持你，愿意让别人来帮助你，这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信任被破坏之后，要重新去信任，它其实是真的是需要一些勇气的。然后你们会到达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甚至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会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做一个以前对你来说是很高难度的挑战，这绝对是跟以往不同，更高的阶段，更高的目标哦。你们可以做得很好，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找到那个施力点，就像阿基米德的这个杠杆原理说，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去举起整个地球。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是找到那个支点，找到那个特别的一个位置，以至于你可以去轻松的达成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啊，你完成之后，你会对自己超级有自信，而且你会想要看得更高，跳得更远。这件事情啊，你过去可能觉得你没有办法做得到，比如说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考试，你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薪资，你没有办法去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爱情，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一一的被打破，你不仅有办法，而且你还要去拥有比你想象中更好更棒的生活。这就是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哦。我看到你达到目标，我看到你充满自信，我看到你确实看见自己正在成长，确实去拿下了一些攻击业绩，而且你很有自信，更想要往前走，更想要去期待下一个入口，或者说下一个地方有什么样子新的事情正在发生。我觉得你们的能量真的是自信满满，对自己很有想法，很有自信，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觉得是可以去完成的，也确实是可以完成。所以它是内在有自信，以及外在你看到目标具体的被显化成功。至今为止，你们的努力都会去呈现在外在的这个有形的世界中 3D 的世界中，你会去认同你自己，你会去看见你自己。这当中运气的成分比较少，我觉得它确实是你们自己去打下的这个江山，自己去赢得的这个改变。你会很喜欢你自己的一个样子，有些朋友可能是身材体态上的改变，外貌上的改变等等的，经过一番锻炼，你更喜欢现在的模样。你们会抬头挺胸，或者说你们的这个声音表达方式会更加的大声，更加的有自信，你们会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好，接下来还有宝剑5跟权杖8的这个能量哦。宝剑5这个女生她在吞剑，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其实是有一点点混乱的。宝剑5这个女生，她其实是最后取得胜利的人，可是她的这个胜利啊，某一方面有点像是她在看起来，外人看起来这个吞剑很可怕，好像在伤害自己。其实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哦，你们就是前一个阶段，你发现你自己是有能力的，你发现你可以去跳得更高，看得更远。我觉得你们会去拿下一些很特别的一个成功胜利，很特别的一个地位位置，或者说财富丰盛的能量。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冒险，可是最后取得的这个成果真的是翻倍再翻倍，很惊人的一个能量。也有可能当前的某一个混乱的状态中，你就必须要特别去
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让大家看见你，来去解决这个局面，来脱颖而出。所以我觉得你们采取了一个比较冒险或是特别或是极端的手段，别人没有想过的方式，你就去做了。这个方式让你成为别人眼中的黑马或是亮点。好，别人看起来可能都会觉得哇，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你们不是鲁莽的，其实你心中有评估过，就是你的风险啊，或者说你的这件事情的利弊得失，你其实是考量过的。你们选择了一条路，可能是有一点点冒险，但是它的损失有限，获利是无上限，就是没有天花板的。也就是说，成功的几率很大，一旦成功，就是全盘皆赢，然后就是可以扭转翻身，就是直接就是晋升为超级胜利组哦，直接就不用担心钱的事情，不用为五斗米折腰，也都有这样子的能量。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内心哦，其实有一些作战的计划、想法跟智慧的，然后你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智慧，很快的去取得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成功。这个成功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成功，也有可能是物质的。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个成功是跟你内心契合的。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你想要的是一个平安安稳的日子，每一天不要有太多的烦恼，就这样顺顺的过也可以，就是顺顺的过就好。那你们就会去迎来你心中这样子的一个成功。那权杖八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在等待的这个好消息很快就要来了，它并不是需要等这种一年2年那么久的这个消息。还有些朋友啊，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多多透过网络去认识新朋友，或者说你在跟某一个人就是想要跟他深入的认识的话，你可以多多主动的去传讯息跟他联络，这样子的能量是有的。有些事情有些事态你们就是顺应就是你走到当下，其实你内心就会有一个直觉，应该要往哪边走，应该怎么做更好，就去倾听自己内心的直觉，不要去抵抗，不要去做让你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其实你们在未来的3到6个月，我觉得你会更加的看清楚什么事情、什么经验是你不想要再去经历的，什么样的过去是你不想要再回顾的，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你不想要再涉足的。当你真正的发现你自己内在的一个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可以重新的去找回你自己，重新的去做出一条更适合你的选择。其实你们的高我啊，你们的这个守护天使啊，有想要去试图的跟你做一些连接，传递一些讯息给你。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走，就去倾听直觉，让你依照你自己的内心去做一条感觉最舒服的路。这一组的朋友其实外在环境的变化对你们来说是很敏感的，就是外在环境的一些细微的变动，你们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甚至会有剧烈的反应。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时候需要去休息，盘点一下自己究竟还有哪些资源，然后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们，一切都会好转的，就是不管现在面临什么样子的状况，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圣杯4，金币1的战士。你们真的有很强烈的一个新生的能量。过去那个旧的你已经被打碎了，你们可以期待一个全然全新的开始，你们可以重新开始做梦，真的就像是 reset 一样，重新开始
重新的去建立你想要的人际关系、感情或者是工作。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就是换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就是全新的，你可以重新的去发挥，重新的去期待，然后旧的这种旧人旧事烦恼的东西都已经过去了。好，那有些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有一个感情上稳定的对象来到你的生命中，或者说如果你现在已经跟某一个人就是在一段关系中，我觉得你会重新的去回想连接起过去的某一些甜蜜的时刻，以及你会更加的体认到是什么样子的联系把你们让你们遇见，把你们绑在一起，以及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去走下去，你内心对于你的选择，还有对于这段感情会更加的安定。如果过去有些朋友在经济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矛盾，有一些困难，这些东西也即将被解决，即将被翻转。你们本身是有能力，你们本身有判断力，我觉得你是可以透过这个清晰的判断力去找到一个适合的解决的方式。过去有些朋友对于旧的感情有一个执着，或者说你可能在去期待一个其实你不应该去期待的人，或是说你自己觉得希望不大，但是又还抱持一丝丝希望的这种感觉。好，我觉得你们会去看清楚一些事情，这个感情是单方面的还是双方面的，他给你这个回应是自私的还是有去体谅到你的，以及过去的那个甜蜜那个陪伴，它是不是能够持久的，还是这个人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他的爱够不够深。当你们醒了之后，我觉得你就把某一个连结可能就是斩断了，或者说某一个压力跟负担放下了。也许有些朋友你是跟感情中的另外一方，你们各自有一些执着，以至于沟通的很不顺畅。当你们双方都放弃执着的时候，也许可以重新的清理，重新的沟通，重新的做连接。所以有些朋友是重新再来的能量是有的。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正在走在对的道路上，你们正在对的道路上做正确的事情，你们一定要相信前方会有一个好结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会好转，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生活其实不如你想的这么的艰难哦，你不需要去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在前进，而是你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会随着经验的累积，或者说随着一些错误的这个累积，曾经犯错嘛，累积之后呢，你再往前跨出的下一步都是更加有力量。你现在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帮助你跨出下一步。也就是说，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我觉得你内心会越来越笃定。当然未来还是会有一些波动，会有一些小波动，可是你们不会绝望，而是我觉得你们对于自己是很有信心的。无法掌控的事情就放下，专注在你可以掌握的事情上。而且你们会发现你可以掌握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你可以用你双手去得到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就像这个女生金币一样，她在捧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一枚金币，这是她努力赢得而来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真的是可以凭你的本身去完成很多的成功，物质上的成功，感情上的成功，或是你想要的这种财富自由，提早退休，它都不是一个空想，它都不是一个白日梦，它确实是有方法可以执行，可以达到。而且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正在走这个对的选择，往对的这条路靠拢了。其实这组牌啊，你们真的有蛮多金币的能量，是不是过去这个金钱的这个议题啊，一直是这一组的朋友心中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牵挂的事情。有些朋友
你可能是有金钱上的压力，有些朋友则是你想要更多，就是你对于自己要累积多少金钱，其实是有一个数字的。你想要更好的体验人生，你想要更多的金钱，你们对于金钱是有追逐的，是有想法的。要怎么样子获得，或者说要怎么样子更加轻松的获得，我觉得你心里是有在想这样子的事情的。好，要怎么样不要好像出卖自己的时间，然后为五斗米折腰，又能够让自己赚取或者说得到更多的资源，然后可以过一个比较丰富、优渥、充满体验的生命。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可以实现，是可以得到的。很多时候就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你们会被提升，你们会被提高，你们不用去依赖谁，你们本身就是很独立的，你们是可以很独立，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不管是内在跟外在都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非常美丽的能量哦。这个美丽真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美丽，美丽的灵魂。然后当你们爱自己之后，你所在外展现的这个气质又更加的吸引人。你们会去摆脱执着，摆脱防备，然后去理解，通过这样子的放弃一些执念，你们会从更高的角度、更高的维度去看你自己，看你自己就好像在下一盘棋局，你在这个棋局中处于什么样子的位置，你跟其他人的一些相对的关系啊。当你想清楚、看明白之后，整个心就会很放松。其实你们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你们的金钱能量是很丰盛的，只要你愿意去接受，宇宙其实会给你很多的丰足、丰盛、满足的一个能量。你们其实是幸运的一群人，因为你们的生命一直有重生的机会，你们不会走到绝境，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犹豫不决的时候，又有路可以走了，所以要继续走下去，继续走下去，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爱的能量都会充满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层面。你们会找到对自己的自信，找到对自己的一个爱，你会知道其实你是无限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就是你的未来不会被你现在的状况、身份、地位、年龄等等的束缚住，你的内心平静而稳定，对自己充满了爱，这个是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讯息。外在的金钱的这个能量其实是很丰沛的，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规律的，就像这棵树，它要开花，它要结果，它有它的规律。同样的，你们新生又新生过后，可能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生命中经历过这种2次的低潮，比较低潮的状况，可是又重新的爬起来，或者说重新的展现你美丽的能量，焕然一新。你们每一次浴火重生的时候都更加的漂亮，更加的有能量，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规律。你们最终可以找出一个方法，是让你的这个花它不仅仅是盛开，而是大爆发，很惊奇的这样子的能量，满山满谷这样子的能量。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即将远离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远离那些无意义的八卦，或是你生命中的一些老鼠人。这一组的朋友看见你们会为了自己去努力，为了自己去学习，为了自己去提升，你也会结识一群很不错、很优质的朋友，他们在帮助你，他在拉你，他在把你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中。也就是说，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有一些辛苦，需要去够上某一个
比较高的地方。可是接下来当你到达之后呢，就发现你可以去平等的看待你曾经仰慕的对象，你曾经羡慕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真的是跳阶破圈的一个转变。你们不再会活在别人的时间轴、时间线或是别人的意识中，而是你紧紧握住你自己人生中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盘。好，过去有些事情过了就算了，有些事情没有做好的遗憾也都留在过去了。接下来就完完全全是你可以去看见你自己多有能力，你可以去看见你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去完成这样子的事情。你会去珍惜你自己的时间，你会去珍惜自己的每一天，因为你知道流逝的一分一秒它是都没有办法再找回来的。你去运用你现在所能运用的这一些资源去做你开心的事情。这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会选择这一条路，你不会后悔，因为这个是你自己构筑的，你自己想去感受的，你自己想要去体验的。你在你的这个剧本中，你就是你的主角，你不要跑到别人的这个剧本中去当路人甲，去当背景，然后去帮别人插花，而是自己去走这一条路，演出这个精彩的一个剧本，是精彩的，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它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你可以撕掉所有的标签，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想要展现什么样子的形象，都是一个 2.0、3.0 最高版本的你自己。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会有一个全新的由内而外的新的开始，你们会去期待这样子的开始，会满怀欣喜、满怀盼望的醒来去接收新的资源、新的能量，然后可以做出一个新的选择。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有机会的，有希望的。你可以去，有些朋友你可以再去念书，有些朋友你可以再去做财务上的一个翻转，有些朋友你们会遇到贵人提点你，让你醍醐灌顶，让你少走冤枉路，真的得到这样子的资源，得到这样子的能量，让你的内心笃定，不会不安，不会焦虑，不会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被消耗着，只为去交换一些东西。不会的，反过来想，你们的能量是自由的、放松的，不管你在做什么，其实都可以用一个比较顺的方式去完成、去解决。好，在这样子顺的过程中，你就去完成很多事情，你就去达成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自己已经去突破了，就是很自然的往前走，然后你往回头过去看你走过这段旅程，走过这段路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哇，我突破了，我走过了，我去没有设下目标，可是就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当你回过头来去看，来发现哦，原来你已经轻松跨越了，我说你已经不知不觉跨越了这么多个高山，你已经走得那么远，走到一个从未想象过的地方，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真的是走到你梦想中的那个生活，你会很平静、很自在，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你现在的样子就是最适合你自己的。这个是第一组朋友，你们未来呈现的这个模样、能量的状态。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转运。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呢，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奇迹发生，或者是说，生命中有什么突如其来的惊喜要降临给第二组的朋友。那我们首先呢，一样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们目前的一个能量的牌卡，18号牌跟
12号牌。好，你们的能量神谕卡抽到的是8号的焦虑跟12号的寺庙之路。其实感觉像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有一个迷茫时期哦，可能过去到现在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哦。你在人生中还在摸索方向，或者是说你前一个阶段已经确立了方向，但是因为人生环境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你关系状态的改变，或者说生活居住地点的改变，以至于你必须重新的去安排，重新的去调整，重新的去看下一个阶段有什么是你需要的，有什么是你不需要的。原先的那个计划好像就不能用了。有些朋友的是健康状况的一个改变。那另外有一些人，你们的焦虑来自于外在的不可控的事情，让你心中的一些计划还没有开始就提前结束。其实你们心中可能除了焦虑这种担忧痛苦之外，还有一些不公平感、不甘心感，以及那种长期情绪的累积跟压力，不知道就是某一个未爆弹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止一件，可能有许多不安的事情都令你烦恼，让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可能即使在睡觉的时候，脑袋还是有很多的思绪哦。这一种状况啊，我看到有些朋友真的是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好，你们这种情绪啊，其实压抑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她的这个女生啊，抓着头发，愁眉苦脸，好像在思索一个解决之道，可是当下想不出来，或者说当下不是你一己之力可以解决的。好，宇宙其实也有讯息想要告诉你说，这样子的噩梦，这样子的状态，这样子提心吊胆的焦虑，它其实会渐渐的远离。你们看窗外的这个景色，它看起来还是在暴风中，它还是在阴霾中，但是它即将要结束。你们下一张牌是寺庙之路。我感觉像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有一个过渡，从一个很烦恼、很焦虑这种压力一遍一遍累积，就是慢慢的累积的这样子的过程，来到一个你会往内看，你有机会去松一口气，你的心情不再会这么的紧绷的一个状态，你会更加的去经历一场灵性的蜕变。有些朋友正是因为这一场很突如其来的事情，好，你们做了人生中很重大的改变跟选择，进行了一场很深层次的自我疗愈。有些朋友也许你们会减少对于体制、对于某一个人的依赖，有些朋友也许你们会必须逼迫自己要去放下、去改变、去清理，不管是外在这些物品的一个清理，或者是说内在心灵的一个整理、一个断舍离等等的。我看到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让你长期以来累积的一个焦虑的事件，以至于你要去寻找内心的一个平静。好，在这个内心的平静，在寻找内心的平静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们寻求的是自己的最高的利益。你会去放下一些控制，你会去看见你此时此刻最需要什么。也许你过去抓住的一些执着的想法，就是说人生非要怎么样，这些想法放下之后，你其实就可以松一口气，你就可以去做另外一个选择，你就可以让感情很自由的去流动。而且我觉得在走这条灵性的疗愈的过程中，你们不再会去一直探索这个焦虑发生的原因，以及好是不是跟原生家庭的创伤有关，以及你过往一直以来累积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你们不再去去找原因，而是你们更加的专注在当下，
不再一遍一遍的去回溯过往，而是更专心在体验当下的那个时刻的情绪。你们聚焦在疗愈自己身上，你们聚焦在完整自己身上，你们聚焦在体验当下的生命，越来越放松，然后越来越可以敞开心扉去接受宇宙给你的智慧跟灵感。我看到其实寺庙周围的这个灯光象征的是你们的灵性世界，你的家人朋友、天使、你的守护天使、你的指引，以及所有渴望帮助你的这个灵性小帮手，你都可以去召唤他们。这是一个可以去扩展生命、体验生命美妙的时刻。而且特别是有些朋友，你可能经历了一些真的是攸关生死的这一种情况，或者是说某一个令你大彻大悟、清醒的事件之后呢，你会更加的想要去把往后的人生的这个时间专注在你最优先想做的事情上，以及跟自我的连接到你的最高意识。你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大跃进，所以我觉得有更多的平静，更多的美好会在你们的生命中发生。第二组的朋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经历一场灵性的蜕变。你行走的路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蜿蜒的，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不知道会通往何方的，可是最终你会在这个蜿蜒之路看到后面这一座鸟语花香的寺庙好，有些经历它其实是你灵魂必走的一个安排，但是你走到最后，其实你可以达到内心的一个平静。好，接下来呢，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命运之轮、吊人牌，还有圣杯五这边有狮子、金牛、天蝎、水瓶的能量然后这边圣杯五是天蝎的能量，以及我们有吊人牌双鱼座的一个能量好，这一组的朋友我会觉得好，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你们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变动，每一次的变动都迫使你要重新的去面对自己，重新的去选择。可能有一段时间你感觉到生命中有一些频繁的突如其来的意外，以至于这个可能是过往你焦虑的原因。而有些朋友你们过去很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消极、比较抑郁的，这种消极跟抑郁来自于你找不到世俗的一个肯定，或者是事与愿违，你达不到你心中最想要的理想，或者是说因为现实的因素，你过去那一段时间的努力没有办法马上的去体现出来，所以有时候你会怀疑自己说你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吗？有的时候会想要说是不是就放弃，就躺平就好，因为看不到未来有一个比较迷茫跟焦虑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宇宙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所有的状态都是暂时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维持不变的。其实你们接下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要往哪一个方向变，是超支在你的。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要灰心。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弄清楚你的灵魂究竟在追求什么，而且不要去批判你灵魂真心所想要的那一个选择对你自己最好的你，而不是一再的去谴责跟批判自己。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选择可能别人不认同，或者是说跟当下这个体制跟其他身边的人的价值观是有一些冲突的，但是宇宙请你不要去谴责你自己。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沉寂已久，真的觉得心里很累很难受，但是
当你静下心来去看，其实很多生命中的事情，你的选择，你的创造，你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你永远都会得到你所创造的事物，而且你们永远都在继续创造。你们可能会就是去花非常多的时间往内看，去感受到你的情绪，去让你的情绪流动。有些朋友这里的这种牌卡有建议你去动起来，去散心，去走走，去运动，让身体里累积的一些积压的一些能量可以疏散出去。因为可能有些事情它不是当下就能够去想清楚想明白的，它可能要去多方的思考，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其实当你遭遇到阻碍的时候，也是宇宙给你一个新的机会，让你用新的态度跟新的角度去面对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有些人你们的生命真的是在经历到下一个阶段。所谓经历到下一个阶段，是你过去熟悉的，或者说你过去喜欢的，到了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可能不再需要，不再喜欢了，以至于不能再走旧路了，你需要走一条新的路。过去紧抓不放的东西，也许是需要放下的。宇宙可能给你们了一些挑战，可是你们绝对有克服挑战的能力。那你们在思索的过程中，感觉会有一些比较严肃跟沉重的事件会在你脑海中盘点规划，但是你也是在这样子的我觉得沉浸的过程中，你会更看清楚事件的真相，关系的真相，你更看清楚你的本质是什么。而且当你去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看清楚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你所处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不会再这么焦虑，再这么紧张了。你们会重新的去看见，当你在好像面对着某一个挫败、感慨，或者说过去做错的某一个选择，你觉得做错了，你后悔，但是却没有办法时光倒流。面对这些事情的难过的同时，其实你们的桌上还有2个圣杯，也就是说希望的灯火尚未熄灭，大家不要觉得绝望，只要你去改变一些看法。第2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不会被击垮的，你们的状况不是走投无路的，虽然可能有些地方进展的不顺利，有些地方你觉得看不到未来，或者说投资上有一些面临一些损失，或是被牵连，有一些官司的纠纷等等的。但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不用再去对一些无可挽回的事情感到悲伤，或者是说因为觉得自己做错决定有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厌恶感，其实不用，因为这样子会让你的情绪更加的不稳定。好，其实你们还是有很多的养分是可以留给自己的，你们也有资源可以重新开始行动。而且我看到你们的洞察力其实会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敏锐，也就是说你们接下来会去改变思路，这个改变思路对你是有效的，对你是更好的。你们可能会用更少的时间跟努力去完成事情，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拼搏，或者说增加工作的强度。也许在前一个阶段你付出很多的努力，然后用时间去换钱，或是不断的就是塞给自己很多的任务，也许在前一个阶段是可行的，因为你要加速实现你的目标。可是在下一个阶段呢，我觉得你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把你的资源放在可以让你的生命，可以让你的人生的幸福最有意义，以及可以最大化你人生体验，最大化你人生幸福的事情上。对，有些朋友你可能很重视家人，想要多留一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有些朋友你可能真的想要去追寻你的一个自我实现，你想要在
某一个时间点去完成你内心想要做的这个实现的这个梦想这个目标。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其实你们拥有不同的力量跟不同的能力。过去你可能会依赖某一些能力，但是在下一个阶段这些能力，你拥有的能力有些可能会消失，有些可能会改变，但无论如何你们都会有新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样子的能量中，你们不再是很拼命的去干，或者是说很好像埋头苦干，而是可以转换，用一些更加新奇新鲜或者说不一样的计划去体验人生接下来的路。你们会为自己思考，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去看生命中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性跟选择。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卡，你的月亮、金币10、金币3，好，宝剑的女王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焦虑的事情会过去，你会获得内心的平静，而且呢，我觉得很多你们担心的事情，它都是可以去解决的。比如说你在财务上、在健康上，以及你在关系上，会建立起一个更深层的护城河或是安全边际。这个来自于你们意识到生命中有些事情要调整，比如说你的健康，用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少熬夜，控制饮食，锻炼身体等等的，去为未来可能的突发的状况做一个预防。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们会在这个金钱上做一个及早的累积，及早的规划，或者说你看到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让你不用担心金钱这样子的能量。好，其实生命中过去遭遇的打击，真的是迫使你去对你的人生更加的想清楚，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想要拥有什么样子的体验，你们都是可以去经历的，你们都是可以去做得到的。有些朋友看到，其实你们是很爱孩子的，你是会想要花很多时间跟你的孩子，如果说你们将来计划有小孩，或者说现在已经有小孩的话，你会希望可以有时间陪伴他，跟他一起成长等等。我觉得你们是很重视家人关系的，你很重视回到家来的这种舒适感，很重视伴侣关系中的美好。所以在关系中你们也会去明白一件事情，哪一些关系是可以继续的，哪一些关系应该要放下，哪一些关系虽然在争吵之后，但是还是想要继续的在一起。其实你们会更加的去看明白。然后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的转运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们的这个工作机会，会有好的工作机会降临。这个工作机会它是一个稳定的，你周遭呢会有人去告诉你，会去提点你，或者说你们会从平台上得到一些好消息，得到一些先机。好，那你们在选择的过程中，也是在厘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可能在工作不同的抉择，薪资、地点，或者说上下班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你们会做一个通盘的考量，最终选一个对你当下最需要的、最有利的一个方案。好，那另外就是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知行合一，你们脑袋想的其实是可以透过你的身体力行去体现出来的。有些朋友过去你对于感情，内心对于感情是有执着，可能很多朋友你的这个耗损来自于你感情上的这种关系的耗损。你们常常会就你们可能比较感性，比较执着，比较重感情。好，对于曾经的感动，你其实是会放在心里一辈子的。但是当
过去一个你很爱的人他改变了，或者说过去的那一种美好不在了，那个其实会对你很心痛的。好，接下来宇宙也会帮助你去看见，往上一层的去看见，究竟这样子的感情是要继续吗？或者说，究竟你身边的这个状态是有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看到你们生命中，它其实会有人去帮助你、教导你，有一个助缘，他在帮助你，在提点你，而且是很真诚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会去扭转当下的局面，可能是他会去做某一个关系上的疏通，去当一个媒介中介人，让这个关系和缓下来，或者说他帮助你用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来面对现在的状况，或者是说工作上，他带来一个媒合，他是一个你信任的人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其实这边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去处。很多时候这一组朋友，你们的这个助缘帮助你的人，他可能是具有某一方面的专才专业人士哦。好，可能是这个法律上的专业，或者是说在某个领域中掌握资源的人，或者是说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人脉，有这样子的资讯可以去帮助你。所以前一个阶段的焦虑啊，到了下一个阶段，我觉得未来差不多大概在半年左右，你们现在很担心焦虑的事情，它会慢慢的告一个段落，会收尾，你们的情绪会回稳，然后那些煎熬啊、拉扯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稳重的这种土象的一个元素。你对事情开始想通，你会稳步的向前行，踏实的向前行，你们会得到智慧，在情绪上我觉得会有这种很放松下来的感觉，同时你的身边会有你这种所爱的人在陪伴你，你们整一个状态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状态是转变到比较柔和的放松的一个能量，很多事情将会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然后宇宙也会不断的注入新的能量来到你的生命中。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你过去可能是练习或者说累积什么样子的事情，你可能在你的这个秘密的这个领域，或者说秘密的花园中努力的去耕耘很久，你默默的就是投入时间在经营一个品牌，或者说在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渐渐的你们在这条道路上看到希望之光，可能是你的副业的收入，你的投资的收入渐渐的可以超过主业，以至于你可以拥有了不一样的选择，你不一定要继续做这个工作，也许你可以开启一个人生新的思考方向。还有过去就是让你长时间感到挫败难过的事情呢，这些事情真的要告一个段落，真的要结束了，你不再需要跟某一个强劲的对手，或者说一个难缠的对象去对抗哦，你可以看向积极阳光以及正面的那个状态，从一个可能不甘心、可能孤立无援的状态，得到了更好、更公平的对待。就是过去一个坏事已经到了尽头，过去的焦虑已经到了尽头，过去的那种迷茫、没有前路、看不见希望的感觉已经结束了，你们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舒服的、顺畅的、放松的、自由自在的。你们可能有一段时间，甚至我觉得是努力过后就是休息、大放松，有一段时间可能是懒洋洋的，不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我看到你们是那种在长时间紧绷之后呢，得到一个休息跟放松。可能有些朋友你是不断的在考试，不断的在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不断的在等待一个结果，或者说在处理一个什么样子的官司，它结束之后呢，等于说你们就上岸了，你们就靠岸了，你们不用在水中苦苦挣扎，你们不用在好像长时间精神上的这个压力跟累积，其实你们确实是需要休息的。很多事情你心里其实也清楚明白，
但是你又有太多的不舍，太多的放不下。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觉得你们会想要去休息，想要去转念，想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同时你们也会更加重视自己的身心灵健康的状况，会去释放一些障碍，释放一些会去影响你，让你身心疲惫的那一些能量，你们会更有活力，更积极，更有创造力，为自己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然后这边也有拨云见日的能量，你们在生命中找到一些秘诀诀窍，去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胜利方程式。因为可能在前一个阶段，这组的朋友你们心中有比较多的这个恐慌跟焦虑，来自于你害怕被淘汰，你害怕犯错。那接下来这一些害怕担心的能量也离开了，这些不自信的能量也离开了，很多阻塞的地方、卡关的地方、隔阂的地方都一点一滴的在消失。好，这组的朋友你们真的可以放心，可以喘一口气，新的资源跟新的渠道将要被打开。过去你们这种累积的这个扎实的这个基础这个根基会让你达成一个，我觉得像是初步的这种财务自由。好，你心灵、空间、时间都自由了。什么样子的金钱，什么样的程度才是财务自由呢？其实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每一个人想要去体验的生命或者说人生是不一样的。但是人生是你们自己在过的，不需要一直去追求外在的称赞、外在的赏识跟认同感。你们本身就是有资格的。好，你们会去察觉到过去哪一些信念、哪一些想法其实是被扭曲的，哪一些这种看法是因为怨恨，是因为好像长时间的精神上的压力，以至于你看事情的角度变得比较不是这么的正确来看待自己，或者说理解自己。我觉得你们会把那些扭曲的地方去还原，你们会去看见真相。很多的朋友，你们其实真的已经完成最困难的部分，走过最难的路了，所以不要担心我们要看的就是期待未来。好，圣杯一关系的一个能量这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期待，因为你们这边有刚刚说过有这种天蝎的能量，你们期待的是真心，不喜欢欺骗很可能你们曾经很深信一个人，一个信任你的人，你求助于他，但是他却冷漠以对，或者说他的态度比较敷衍，以至于你们会比较失望。好，接下来我看到你们关系的能量，它会有一个转换跟转变。你要相信，如果在这个生命中的这个关系上的体验不一定是一定要重复过去的那个悲伤跟伤害或是失望生命中遇到对的人跟对的人在一起，它其实是可以让你的生命闪闪发亮的，它其实可以去抹平你心里的伤痕的，它可以让你即使在最低潮最低谷的时候也会看到，一抬头就看到满天的星光，满天的希望。它可以让你放松，它可以让你去承认心里的那个软弱，它可以让你不用那么的坚强，不用的独自去打拼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想要的关系会到来，这是一场双向奔赴，互相喜欢，互相欣赏，互相成长的一段关系你的灵魂正在吸引的这个人，这个人他也在吸引着你。只要他来到你的生命中，那个时间其实永远都不晚。这个人他一定会找到你，你也会找到他。你们可以在一起好好的生活，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好的过生活。同时他也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心灵的安稳的力量，在你最困难最难过的时候告诉你说别怕，有我在。你们可以就是一起去计划新的未来，或者是说把彼此带到彼此的生活圈中去接触彼此的朋友，接触彼此的家人，或者是说你们会跟这个人一起去新的
地方旅行，进行一些新的体验。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一段关系中，很可能你会跟现在这个人他有一些新的体验，也许你们家中加入了这个新的成员，然后随着这个新的成员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去体验不同的生命的阶段的改变。可能你们会成为这个新手爸妈，或者是说随着你们共同养育的宠物这个或者是小孩他的生命的阶段的变化，我觉得你们会共同的去经历很多的事情，累积很多的美好的一个记忆哦。这组朋友我觉得在伴侣的关系上，你们会更加尊重彼此灵魂的一个步调，你们会更加的去尊重彼此灵魂的步调，同时呢又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融合。你会发现你跟你的伴侣可能会有一些同步性的产生，比如说你怎么样子的去跟自己对话，你怎么样的去好好照顾自己，对方也会给你相同的一个回应。所以有些朋友看见，也许你跟你的伴侣可能你们在物理上是分开的，是聚少离多的，但是在心灵上却是一个蛮紧密的一个结合。有些朋友你在关系中纠结的事情会开始转念，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他这样做，他这样想，不见得是不爱你，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很可能你过去会因为重复的事情觉得很难过、很委屈，甚至是闹别扭，或是你会想要用各种的方式去获得对方的关注，发脾气，或是用一些就是你自己都不喜欢的方式，但是你就是想要去讨爱。我觉得接下来呢，你好像会去看清楚，其实真相是什么？对方是真的不关心你，不在乎你，还是太累了，还是他根本不知道你有这样子的情绪？有的时候其实你生命中是有爱的，只是你选择关闭，或者说你因为害怕而关闭，至于找不到、感受不到爱。好，这一组的朋友总结下来，我觉得你们生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跟很大的一个体验，你们生命会去迎来一个更好的结局，你会脱离一个假象，你们不再迷路，不再为了不值得的人伤心，也不会再让自己持续被同样一个人伤害。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关系中非常的勇敢，你敢为爱去做改变，敢为爱去可能就是减肥去改变自己整个很大的一个生活人生状态或是金钱的状态。但是你们选错了之后，也能勇敢的去回头，勇敢的再去爱自己，勇敢的去再找回灿烂的自己。而且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开始意识到，其实生命的有限性跟生命的无常接下来的生命想要怎么做，你们会集中在去做你最喜欢的事情，对你最重要的事情你们不管现在的状况如何，我觉得你们已经把你手上的牌越打越好，会打出一个最好，就是你拿到的这些资源，你们有办法去打出最好的牌。好，你们这个精神上的享受，或者说精神上的体验，会从一个比较焦虑的状况进入到放松的阶段。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刚刚说过，你们生命中的这个助缘，他的提点帮助，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去扭转，去帮助你，或者说去做了决定，他的资讯，他的声音，让你在关键的时刻做了一个往后可以救你一命的一个决定。那如果你们这个阶段还在情绪的焦虑、情绪的崩溃、情绪的失控，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情绪的崩溃、情绪的失控，它其实是让你可以更加的看见你心里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你呐喊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能量上，当你看见之后，你就可以去筛选，你只说你想说的，你去筛选掉你不想要跟他接触的人。所以呢，这个情绪的流动、情绪的宣泄跟情绪的释放是不用担心的，是可以的。大家不用去害怕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刻。最后在关系中，你们会体验到美好，体验到真诚。
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帮我按赞或是分享。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主题是转运哦，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即将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有哪一方面即将要逆转，即将要反转？好，来看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哦。世界牌，春天的8，秋天的3，冬天的骑士。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感觉上你们就是心里有事情，对，有一个令你挂心的事情哦。还有，我觉得你最近的状态比较紧绷哦，这个紧绷可能跟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比较有关系，你们可能是比较完美主义，或者是说你做事情比较负责任的，你就是可能会希望你做出去的送出去的东西是好的，或是你害怕出错，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一种小心翼翼的一个感觉，精神上是比较紧绷的。然后呢你们有一点好像放不下工作压力，或者说工作的状态、学业的状态是让你有一些疲劳的，这种疲劳很多是精神上无形的一个压力，很可能下班之后还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有些朋友则是觉得你们面对的事情啊，它是需要比较有时效性的、比较紧张的，或者说期限很短的，这个也会让你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在你的能量上有一种比较恐惧、紧张的能量。还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力是强的，就是我觉得你们能力不错，有心做其实都能够做，但是就是因为你们想要把事情做好，这个个性啊，反而无形之中又对你造成更大的压力。这个是有好有坏，就是其实你的个性会让你把事情好好的完成，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个性，你自己的身心状况会比较的疲惫，那你们其实蛮需要休息的。这里感觉到你们特别是在跟人与人的接触，或是在工作上需要面对一些人，需要去沟通，或是说你要去进行一个就是比较大的活动，或者说这个项目是需要有很多人去一起共同完成，你要去协调，你要问很多人的意见，你要面对很多人，你要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们会有一点点在人际上会有一点点压力，因为就是不是只有你可以独自去处理的，你必须要去协调配合，或者说你必须要去等对方的一个想法，对方的一个意见。所以呢，你们在心情上比较没有办法放松，以至于你很大一块心思的这个事情，就是你很大一块的心思跟烦恼，可能都在处理一些跟工作事业有关的、学业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比较务实的这个想法，反而那个感情上、情绪上那些比较浪漫的东西，我觉得你们是没有办法去思考，因为身心状况比较紧绷。其实并不是说你们不想要放松下来，但是好像因为这个模式循环已久，就造成你没有办法放松，你其实是很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好。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或者说现在你在承揽的业务是你当初有兴趣，是你当初喜欢的，但你就是会把这项东西看得很重，想要把它做好嘛。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被迫的，就是你被迫去接这个业务，但是依照你的个性，你也是想要把它做好，但是却有一种越做越无奈，越做越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
感觉。还有些人，你们可能在工作上他的那个容错空间比较少，所以你就也不大敢去犯错。因为这样子的状况，这一组朋友真的是紧绷到有一点点临界点，甚至呢，你这个临界点会使你想要跳脱出去。比如说你在人际关系上很烦恼，你想要跟某些能量完全的划清界限。有些朋友甚至你心中会想要离职、转换跑道、转换职位，或是重新去念书、出国等等的想法，其实都有。就是你会想要借由什么样子的事件来暂停目前好像一个持续奔跑的这个火车，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你有的时候会希望外在一些事件可以让你好顺理成章的去卸下这些负担的这个压力就是有一个名义顺水推舟，让你可以不用再去做这件事情好，再来看一下宇宙要给你们的一个提点战车牌，下个7，这张牌是隐士牌。冬天的8，这边蛮巧妙的。其实我觉得你们身旁同时有2股力量存在，就是有一些人好像是见不得你好的人，或者是他会找麻烦，就是好像你还要去收尾，或者说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他没有做，他摆烂，或者是他的这个行为影响到你。有些朋友我则是看到在经济上，可能你被这种恶意的欺负，被恶意的调涨租金，或者是说被一些小人，以至于造成你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损失。但同时你们身边也围绕着一群真正关心你、真正爱你的人，所以这2股力量同时存在。然后宇宙想要跟你说，其实有些事情你可能短时间看起来它是一个损失，可是长久下来对你的身心状况是好的。比如说短时间你离职放弃这个工作，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损失，金钱上的损失，然后这个头衔上的一个损失。可是呢，长久下来其实会找到新的方向，对你的这个健康也是好的，那你的这个压力也可以去释放。所以呢，我觉得短时间内你们可能会有一种先蹲低再跳的比较高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借由某一次的事件让你可以完全的大休息。休息之后其实会培养你更多的自信。这边隐士牌跟猫头鹰，我感觉有些朋友你会利用休息这段时间去学习一些技能，去充实一些能量可能是跟理财有关，可能是跟语言有关，或是有些朋友真的就是重新回到学校去念书。你可能对于你的职业发展有新的选择，有些人则是你会随着你的伴侣、配偶等等的一起去国外进修，或者是说去国外外派，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因此你也有新的融入这种当地生活的一个经验。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心中是有理想，心中是有目标的，你想要把自己推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或者是说把这个小家庭，或者说把你这个想要守护的人事物，运用你的力量把他们带到安稳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希望不管你今天是外出工作或是你是家庭主妇，我觉得你们都会有那个想要守护你身边重要的人的这个心情，就是你希望你所爱的人可以借由你的力量是开心的，借由你的付出是开心的。其实你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是有使命感的，是有一个期许的。其实我也看到你对于你生命中的重要的这个家人朋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是一个核心的存在。你们不是那一种忙的这种晕头转向，但是得不到认可的这个情境。相反的，你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会被看见的，是会被认可的，是会被人家放在心中。可能当前你觉得好像
不一定对方会说出来，可是其实你的这个作为，我觉得他是会留下一个长久的感动的。还有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其实你们会有时间好好的去装扮自己，好好的去打扮自己，好好的去打理自己的这个外在，更加的精致，还有更加的符合你心中理想的样子。你们开始有了余裕，你们开始有了比较轻松下来的能量。你们有一种我觉得算是海阔天空吧，海阔天空。如果你精神过去是比较紧绷的，一直好像忙事业啊，有些朋友是因为忙事业然后一直单身的话，我觉得现在你有一个想要把自己打扮好，去吸引一些好的桃花的能量，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下来，有时间去跟一些人认识、走走聊聊，会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好，那对于生命中一些有点像是负能量的小人，找你麻烦的人呢，我觉得你们会跟他们划清界限，不需要消耗太多的能量去跟这些就是找你麻烦的人，就是让自己心情不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有智慧去避开一些直接的冲突，并不是每一个在你前面的这个大山都需要很辛苦的去把它移开，有的时候你绕路走就好了，眼不见为净。重点是你的能量很宝贵，与其去跟他吵，与其去跟他争执，最后虽然赢了，但是其实你也会很精疲力尽，或者是说你也会花很多时间再去吵架，再去竞争，其实对你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要赢的并不是某一场战役，而是你人生整个的这个全盘的通盘的考量。所以你们可能在一些小事情上，可能是你就放下了，你就放手了。也许真的是那个人的不对，也许这件事情是你有理，但是我觉得你们不会一定要去跟他争个输赢，因为其实你人生真的有更重要、更想要做的事情去做。还有这一组的朋友关于你的健康啊，我觉得你们会透过一次好好的休息去放松。不要让别人再捞过界，不要再去做一些不是你应该去承担的事情哦。尤其有一些人他会情绪勒索你，有一些人他就是会讲一些话让你觉得好像你不替他做，你不去出面，你不去处理，你不借他钱，好像是你自己不对。你们慢慢的就是会去保护自己，然后知道真的要去松手，真的要去救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要去救自己，你的念头一定要放下，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完美，有的时候就退一步吧，好的时候你就做到60分就好。对啊，要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照顾自己的健康。秋天的4，冬天的9。你们的能量很特别哦，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同时有很好的这个局面，但好像在这个很好的局面中又稍稍有一点点这个有一些人在嫉妒你。你们的整体能量是很好的，但是小提醒就是好像在这个好中会有一点点想要去嫉妒或者想要羡慕破坏的这个能量还是存在的，有点像是小老鼠人的这个能量哦。好，但是刚刚说过，就长远来讲，我觉得短期而言，这些小老鼠人一定会让你心情上有起伏，一定会让你不舒服，这些不公平的对待不会让你不甘心。可是就长远来讲，他们其实不能够动摇你的根基，不能够去影响你。你们真的不用害怕。好，你们不用去害怕说这些人会长久的待在你身边，其实不会的。这些能量不好的能量会过去，他们不会一直紧咬着你。
看到你们会更加的稳定下来，你们会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你会有你自己的团队，有可能是你跟你自己的家人很开心的生活在一起，有些人可能是分隔两地，终于跟你所想念的人聚集在一起，一起生活，然后在物质生活中累财富的累积越来越更往上一层楼。你看这张牌穿的用的都是非常精致的，你们会脱离这种小白，就是这种理财小白，或者是说从一个初阶的能量进入到一个进阶的能量，你们的能量正在升级，物质层面也正在升级，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你们升级还包含了跟你连接在一起的那个亲密的爱人。也就是说，我觉得有些人你是因为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因为你的丈夫，因为你的妻子晋升到了一个算是生活更加优渥的地方。比如说你自己可能就是赚这样子的钱，然后可能也赚得不错，但是加上他的这个薪水，或者说加上他的这个家庭背景的一些资源等等的，会往上提升到一个势不可挡的高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是单枪匹马的去奋斗。然后这里就也有提醒你有的时候当你被别人激怒的时候，你要去冷静下来。好，冷静下来去分辨，有些人真的是酸民，就不用去理他，就封锁他。那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你生命中的重要人士，可能是家人，但是就是好像谈话就会烦躁，或是说就会有一种想要很生气的冲动。有些朋友是这样子的，那你其实要暂停下来去想一想，好。去收集更多的资讯，再来对某些事情下判断。我看见你身边确实有很爱你的人会到来，但有可能你们也会因为在磨合的时候，或者说因为不理解持有的观点不同，而有一些的争吵。但是这些争吵它其实是有办法去缓和去解决的。那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最大的转运就是在心态上放过自己，那个让你觉得比较紧绷的这个状态已经过了。好，前面酝酿的事情会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还有你在财务上的状况可能会因为某一个金桃花，或者是说你的爱人、你的伴侣、你的一些身边重要人士的帮助而有所提升。你们越来越懂得设下界限，越来越懂得去说不。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拿回你对于自己人生中的主导权。好，可能你们过去真的脸皮比较薄，然后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的时候真的活得蛮辛苦的。而这样子的能量，我看见在改变了。夏天的8，秋天的骑士，春天的报信者。哇，我们这张牌命运之轮好棒。对，你们会离开一个令你伤心之地。我觉得宇宙可能会让你发生一些事情，你一开始就像我刚刚说，一开始短期上看来是错愕的，是觉得说为什么要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让你去被迫离开一段感情，或者说一个环境。但长期来看，其实这是对你好的，因为可能在那段感情中真的已经没有爱了，可能就是一个死拖活拖的状态，可能再下去你会受伤的更深，或者是这个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发展，它的这个职涯的天花板就很低，你没有再上升的空间了。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确实短期发生一些事情让你觉得焦躁不安，但长期来讲你往外走去是好的，而且冥冥之中宇宙它其实是会在帮助你、保护你、远离伤害。就是当下你的这个离开其实是要为了避免接下来更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这样子的离开，这样子的断舍离，它是为了要保护你。虽然
望，一开始可能有一点垂头丧气，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牌面都是很好，都是很开心的。你生命中会出现好跟你在一起的伙伴，你们是稳定的向前走，然后最后会有收成跟收割。比如说在财富上，你的这个积累看见了，实质上你的被动收入超过了主动收入，或者是说你的存款让你觉得非常的安心，你的投资理财有了收获等等的。有些朋友，我觉得你的这个收获来自于你收获很多人的帮助，很多人的支持，很多的情感上丰富的这个能量，让你对于你自己，让你对于未来更加的有信心。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有属于自己的某一个小圈圈，或者小团体，或者这一种宗教的团体，会从中得到一个感动的力量。好，那有一些新的序幕要展开，有一些开心的事情正在前面等着你们。命运之轮其实不断的在转动，春夏秋冬不断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会一直停留在某一个你不想要的状态。就像前面说过，你们一定要去自救。有些人你们可能陷入一个比较低潮、忧郁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你也会看到新的机会、新的跑道，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新的令你想要走、吸引你去走的一条道路，因此你就换跑道、换赛道，跑去看看那一条道路有什么样子。有什么样子的机会，可能你跑起来更加的轻松。我觉得一开始是一个很无预期、无心插柳的事情，可能你无心插柳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或是去推广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就不知不觉的也累积了一群粉丝，也收获了你这个实质上的金钱的回报。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真的，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分享的想法，你可以去分享，你可以去做。想要去学习的事情，真的都可以去学。对于你们来说啊，我觉得你们是越动越灵活，头脑越动越灵活。你们并不是一个接下来就是那种懒洋洋跟安逸的能量，相反的，我觉得你生命中出现很多精彩有趣，然后又是你期待的事情哦。你们对于未来真的不要担心哦。对于你们的未来啊，你可以去开心的、尽情的享受，有一点像是在花园跳舞的小精灵，津津有味的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也把这样子快乐的能量分享给大家哦。其实你们在你们做喜欢的事情或者说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会非常开心、愉快、顺流的一个状况。重点是你的这个选择是你出于本心的，而不是外在去压迫的。就是你人生中你最重要、优先的顺序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很多，你们反而并不是金钱，金钱当然很重要，你会去考量。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们其实是重视，有些人是非常重视你自己这个私人生活的一个品质，休闲的一个品质。有些人则是你很希望你可以多多陪伴你的这个家人，你重要的人，不管是男女朋友，或是原生家庭的人，或是你自己建立的这个家庭，我觉得你会想要跟他们一起相处的那个心情是有的，你会想要分享你的快乐，也会想要去看见他们快乐，甚至你有些人，你们可能某一方面比较传统，就是觉得说，如果你的存在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你可以看到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开心，其实你自己会非常心满意足。那这一组的朋友就另外再一次提醒你，要把你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过度的去做，就是可能你心中越恐惧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很多事情来做。其实你们要去接受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活法。有些人真的他就是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这一生啊不见得是要身上挂满很多的奖杯奖牌，赚很多的金钱才是很有成就的一生。如果你在你
的这个岗位上，你有影响人，你有把你这个爱的能量发挥出去，其实也是你也可以看见你生命的光的这个所在，你也是别人生命中的那个光。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组的朋友来说，不见得是要有大成就，不见得是要有这种很夸张的这种名声跟地位，而是在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小日子，把它经营的有滋有味。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想要脱离某一个体制，自己去建立这种，也许是在比较怎么说，比较山林中，或者是说比较没有这么样子的喧嚣的生活。有些朋友你们其实是向往这种比较清幽幽静的一个能量的状态，然后你会在某一个我觉得小小的这个兴趣中去找到内心中的安稳跟平静。可能它是一个手工艺，可能它是一个音乐，可能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舞蹈、绘画表达这种，或是这种公仔的收集都有可能哦。你就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番小天地。然后这一组的朋友，有余裕是一个很重要，未来即将要来临的这个能量，所以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就算暂时你看不到希望，暂时好像你生活的这个水源地的水都被抽干了，你也不用好像一直很焦虑，这真的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最后你们会获得丰收跟喜悦，特别不用对金钱有过多的匮乏跟焦虑。你要去正向，或者说你要去正确的看待，去盘点你目前所拥有的一个资源，不是只有你手上的钱，还有你身边可以去帮助你的资源，这些能量都要一并的考量进去。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我是米娅，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跟分享。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喽，拜拜。